h e l l o h e l l o 大家好，画面怎么样？有看到我吗？有看到我吗？Hello，来了哈。好的，你们看到我了是吧？OK，那我们开始了哈，开始了。上一次就是公开课的直播，应该有2年了，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头发都白了。可能有一部分来这边的朋友是认识我很久了，有一部分可能是才认识哈。这边我就先随便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些作品，然后也先随便聊2句吧哈。就今天晚上我们会有3个小时的一个内容，3个小时呢会做什么呢？其实平时我上课的话都是一天都要上6个小时，然后而且它一个课程基本上就好几周这样子，所以我比较害怕这种就是短时间的课程，3个小时要让大家能在短时间里面就是比较有收获哈。你要把一个知识讲得比较透的话，时间还是比较少的。同时你还想让这个课程呢，让这个公开课呢，就是干货多一点啊，所以其实还是做一个短时间的快速的速图表现哈，大家通过我一边示范演示的过程一边看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技法和一些想法哈，可能会帮助更大一些哈，所以基本上每一次直播都是给大家画一幅画看一下，但是因为只有3个小时时间哈，所以这次咱们画的主题包括之前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我都已经在备课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那今天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演示，正好前几周有那个前面的光艺的其他几位老师在公开课里面这个系列公开课里面有讲了一些其他东西啊，比如说剑锋老师有教大家机械的元素设计，然后少军老师有教大家色彩，然后梁树老师有教大家就是后图的头像。基本上这次咱们就可以把前面好几位老师哈他们讲的一些内容，我们把它集中起来做一个演练哈。这次应该也是一个头像的半身像吧，半身像一个速图练习。我争取把前面几位老师讲的比如说头像啊、后图啊，还有笔刷呀、还有颜色啊，还有一点点机械设计的这个东西哈，我们把它融合进去，把它融合到这次我们的这个示范里面去。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点难啊，可能会有点，就是课程的难度会有点大哈，毕竟是短时间的一个快速演练。不过没关系，基础好的同学呢，可能从里面可以学到一些方法；基础弱的同学呢，我们看个热闹也不错，好不好？OK，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哈。左边就是我的一些作品哈，这些作品大部分都要花好几十个小时的，基本上平均一幅画都会画到30个小时到80个小时之间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这次我们只有平时我画这样一幅画的1/10的时间，那么我们也会用到很多方法或者是黑科技，让这个尽量让我们3个小时短时间里面出的效果会好看一些啊，所以这次也会有一些小技巧借给大家。OK， 我们准备开始啦。开始画画我就把我藏起来了哈，因为我一直看到自己在旁边会就是有点就是影响发挥。这次要画的一个题材，它是带有机械元素，然后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头像，它是一个女性角色。除此之外，我们在做个人创作的时候，首先要先思考好为什么要画这幅画。就是平时你们可能经常会就是画的一些是工作的要求或者是老师的要求，你们画的一些作品。但是我跟你们说哈，不管是从业多年还是刚入行的这个从业者哈，我觉得或者是正在学习的朋友们，我觉得是怎么样呢？就是画个人创作是对你进步来说帮助最大的一种形式哈。哪怕你工作了之后每天很忙很辛苦，回到家还是不忘记去做一点个人创作哈，我觉得这样会对你们的提升和帮助会更大啊。所以但是画个人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脑子一片空白，不知道我要画什么，而且我可能提笔画2笔之后又发现画了一个东西之后
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啊？好像也没太大兴趣，是不是？所以做个人创作，要让你这幅画画得好，有灵感，你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画这幅画，这幅画它想表达的是什么啊？比如说这幅画，我先就是首先有2点我要画这幅画。第一点是最近我特别喜欢黑与白的配色，就是我喜欢简单一点，颜色干净一点，黑与白的配色。好，我特别想拿一幅作品去尝试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所以说这次我就想画这样的一幅画。然后这是视觉上面，然后在这个就是表达的内容方面哈，最近我比较喜欢科幻，然后我想看能不能把就是科幻与就是大自然的题材联合起来啊。这个我跟你讲一下，待会我们要演示这幅作品它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情景是什么。它的这个名字叫什么我还没想好哈。内容就是一个悲伤的宇航员的内心世界，一个悲伤的宇航员的内心世界。这是什么呢？就这个宇航员呢，他可能经历了很多事情哈，想要拯救他的母星，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然后他母星上的这个动物啊、植物啊，都在一声爆炸当中就全部化为乌有了。然后他就悬浮在外太空，就为他的母星去哀悼这样子。但是他其实就是我不可能只是画一个宇航员嘛，就穿着宇航服圆圆的，然后很蓬松的盔甲啊，很蓬松的宇航服，就画起来就是也会好看的，也有人画那种宇航服了，但是不是我的 style 哈，不是我那种风格，我一般都还会融入一些奇幻一点的设计进去啊，所以说我想让这幅画更让我画起来有意思一些，所以这是画的内心世界，不是画的真实的一个情景啊。内心世界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就是在它的母星上面就是飞灰烟灭的这些动物植物，它可能会幻化成一些具象化的形象从它的身上长出来。有可能比如说它穿的是白色宇航服，然后身上就会出现一些这些动物的骨架啊、骨骼啊，然后就从它身上长出来。可能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白色的玫瑰花植物从身上长出来，也有可能会有翅膀啊、白鸽的翅膀元素啊从它身上这个就是跟它宇航服组合在一起啊。你想想看，这个设计还挺有意思的，但是难度挺大的哈。大概这样构想，因为宇航服是白色的嘛，然后它在哀悼，可能是白骨会选择的一个元素，然后要唯美一点，翅膀白鸽的翅膀羽毛也是比较唯美的，或者是玫瑰花，白色的玫瑰花啊，应该也是很有意思的3种元素啊，基本上这3种元素，然后跟宇航服的机械元素做一个组合，然后来一个这种变体。想想都觉得好看，但是画起来应该是非常难啊。我们选从一个小角度来做，可能就是一个半身头像这样子。OK， 这样构思，这样一个情节你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要画的理由也是有的。最后一个理由什么？最后理由就是要示范给你们看哈。今天晚上要直播，所以说3个理由很充分，咱们就可以来画这幅画了。有了理由之后你还要就是大脑中先有一个画面才能够让你这个创作更加更加顺畅这个画面怎么去找呢？这个也就是我们画画的这种灵感画画的这种灵感，就是画画有灵感，下笔如有神。很多人会问我，你平时是怎么找灵感的其实找灵感呢，不是你去找，而是你去发掘、去感受。怎么感受呢？我一般都还是看图就是还是看好图，打开你的图库，或者是打开你收集的那些图的宝库，或者是上一些图片的网站，花瓣或者国外的一些网站。Aspicia 都可以去浏览那些大量的浏览好图，然后把你刚才跟你这个主题比较契合的题材的图片把它download下来，然后放到一个文件夹里，然后进行筛选，最后只保留20到30张图，不要太多了，太多了你就眼花缭乱了这边我根据刚才我所想表达那个题材收集了一些素材，这些素材它一定是很有感觉并且有针对性的，不一定是画比如说刚才我们比如说我说宇航服宇航员藏起来了，比如说宇航服我们找几个对不对？还有奇幻一点宇航服呢，带点设计感的一些宇航服还有找3张差不多当然我们不是照着宇航服画，我们宇航服会变会变形会变化，然后再找几张就是跟你的气氛相关的，比如说
就是悲伤的这种感觉哈。虽然这幅画画的也一般，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就是在一个黑暗的环境里面，然后以曙光打过来，跟我表达的这种环境气氛有点像啊，有点像。可能就你可能会看他一眼，但是不会去就是看太多有可能会被他带着走，会被他带走这样子啊。然后还找了一些，比如说刚才说玫瑰花虽然是2次元风格的就玫瑰花荆棘的这种感觉就缠绕在身上的，也许是我待会儿可能会用到的元素，不一定，有可能会用，有可能会不用。比如说我说动物的骨骼比如其实骨骼非常漂亮，骨骼是一种非常非常美的元素，而且它很机械，它有机械感，它有一种机械感，有一种科幻感。而且我发现鱼的骨头会更好看，我也找了一些，比如说像哺乳动物剑齿虎或者这些骨骼也都不错。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可能这种骨骼太厚重了一些，画其他角色可能会适合一些。鱼的骨骼足够轻薄，足够轻盈而且足够美，我觉得很漂亮。因为我要画的是一个女性角色，所以找了很多鱼的骨骼。这个鱼的骨骼可能这个一些材质我们待会儿可以组合上去用到我们的设计里面去。这个具体安在哪儿，可能你不是说是直接安上去或者P上去，或者是把它拼上去，照着哪一块画上去，你这是一种感觉，你画到那个时候推导出来哪个地方需要这样一块材质，你才知道我们待会儿画了才知道。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骨骼材质，还有机械材质。机械材质的话，可能找了一些零件导线这种感觉的材质去做一些引导，包括这样的感觉。因为待会儿我会画呼吸器，类似还有一些就是差别比较大了差别比较大的就是只是沾点边，但是看起来很有感觉的图。比如有一张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有一种爱与死亡的感觉，对，有一种生命与死亡相融合的感觉就是也是我这次想要画的一个题材，就生命与死亡之间的一个疑问还有一张 AI 绘画的图，这是一张在网上找到的一张 AI 绘画的图。我觉得还就是这个色调白色系也是跟我这次题材有点接近说到 AI 绘画，待会儿我们可以边画边聊一下最近很火的这个 AI 绘画题材。其实 AI 绘画我们今天要画的这个速图是一个3小时的快速表现，那么其实 AI 绘画也算是可以提升绘画速度的一个工具吧。其实我也玩一下基本上我知道在现阶段 AI 的这个能力下怎么合理或者说是比较好的去跟创作融合了。但是今天我们基本上不会用到今天不会用到。我可以跟你们聊到就是说聊一下关于 AI 绘画的一些东西待会儿看一下吧，有可能会用到一点点吧用到一点点，其实也是辅助用的，但是千万不要大量或者重度使用，重度使用你会中毒重度使用你会中毒，就是把自己毒的就不会画画了，真的我待会儿我跟你讲为什么会中毒为什么会中毒，因为它本身就是你们看多了就知道，你们看多了 AI 画就发现它问题在哪待会儿我们再聊。 OK， 我们先正常起稿。要起稿的时候咱们先来这个一下先来看一下咱们要用的一些笔刷你想要快速的做一个快速的速图，你一定需要借助很多工具，笔刷是最强力的一个工具。好的笔刷可以让画画的时间事半功倍。那这边我有一些常用的笔刷有一些常用的笔刷这个笔刷这边有一些大概100多个笔刷常用的，还有我的工具预设里边也有大概100-200个笔刷，也是比较常用的。如果说是长期课程的话，我就会详细的去讲这些笔刷每个笔刷的功用，但是我们今天是一个时间有限，所以说用到哪个笔刷大家我们就讲一下哪个笔刷的用法基本上这里面还是分为基础画笔和效果画笔几种基础画笔就是什么叫基础画笔呢？比如前面的这个基础湿润前面的
可能涂抹炭笔都算啊，涂抹炭笔之前的涂抹炭笔前面的这些都算是基础画笔。所谓的基础画笔就是你哪怕整幅画只用一个画笔一直画，你都可以完成一幅画的基本上比如说我们看基础一它同时可以画深，可以画浅，它可以画很硬的，也可以画很软的，可以画过渡有压感，基本上就是这种感觉的，是这种感觉的。那如果说是那个基础零，就是我们的19号画笔，对吧？也是这种可以画深，可以画浅，可以画软，可以画硬，可以画渐变过渡，对吧？所以这种画笔它都是可以一根笔到底，然后从头画到尾它可以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一支笔到底，从头画到尾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画效果特别单调特别单调。所以说为什么基础画笔有这么多种，就是画着换一换，换着用一下，会让你的画面的笔触更丰富一些。后面还有很多画笔其实是效果画笔或者是特殊画笔，比如说有专门画这个树林树叶的画笔，有专门画就是油画风格的画笔。今天我们会用到油画风格的画笔，会油画风格的画笔在画素图的时候能够让画面快速的获得一些肌理，让这个画面很快的出一些效果所以说是离不开油画风格的画笔的。今天我们画还有很多的其他，比如说梵高画笔，比如说油画狂魔，这些都是模拟特殊效果或者特殊画家的风格的画笔还有一些专门用来画纹理的画笔。总之我们在画素图的时候要多用画笔，多换画笔。这些画笔一个是可以让画面效果更加丰富，第二个是它可以让你这个它可以就是快速的带出一些信息不用去很死的去抠，很快的带出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就能够让形成一些暗示，那么你就不会就是很快就可以得到一些你想要的一些效果OK， 具体怎么用呢？无法快速无法全部讲完，我们就今天用到哪就讲到哪，用到谁用到谁我们就讲谁，用到哪个画笔讲哪个画笔。首先我们起稿的时候，我们确定基调这个基调是一个深色的基调，所以我们填充一个比较深的颜色吧，可能接近于黑色基本上接近于黑色的一个深灰色就黑色吧，就黑色，胆子大点，就是黑色，填充一个背景色黑色。如果说你这幅画是一个浅色调你就填白色不一定如果你这幅画是浅色调，你填白色；如果说是中性色调，都填灰色或者填一个就是咖啡色都可以。我们点一下算了，纯黑色还是太极端了一点，我们填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棕色吧，比较深的一个低饱和度的棕色这样子比较深的基本上也差不多，作为你的基调，然后在上面画。既然是深色背景，那么就画浅色。如果说你是白色背景的话，那就用深色笔去画。既然是深色背景，我们就用浅色笔去画。首先画什么呢？要画你的整体的构图，要去勾勒你这幅画的一个大的构图。比如说我是画一个头这是一个头像，所以说我的头大概占多大位置你心里要有数，比如大概占这么大一个位置然后脖子在哪儿，然后身体在哪儿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个比例先把这个大的比例把它确定下来简单的勾几下然后你的脸是一个什么角度的我们画一个俯视角度的吧，脸画一个俯视的，比较悲伤悲伤我们就俯视一点悲伤低着头这样子低着头也方便我们刻画他头上的一些造型什么的。但是我想它再侧一点再侧一点再侧一点耳朵，对这样子大概这样的一个角度。好像身体我们要多侧呢，身体也不用太正了吧，再侧一点好看。脸再侧一点，身体正一点，脸侧一点鼻子这儿，鼻子在这儿，嘴巴在这儿，下巴在这儿，胸锁骨肌锁骨过来，再侧一点。全侧呢？全侧是什么样子？你试一下全侧。
全侧好看点哈，就全侧吧。胸腔基本上是全侧，大概确定一下角度，然后再确定一下，我们很草啊，画的很草，千万不要去在这个时候去太注重一些很小的细节哈，大致你的线越乱越好，乱到你自己看得懂就行了。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把它画的很细致的话哈，就会画死掉，你画的就是自己就会觉得这个画抠得很死，很多细节啊就定了啊，你就没有很多的变化空间了啊，轻松一点，反正你的手腕放活一点。OK， 脑门在这儿，太大了啊，整体再缩小一点。构图看一下哈。好，然后戴一个宇航头盔，大概会有一个头盔吧，面罩啊，应该是个面罩。这个面罩肯定是要有的。我们虽然身上会变，它的宇航服会变体，会长出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是我们大的结构、大的这个感觉还是要有。比如说，它是一个宇航员，它必须有面罩，没面罩算什么宇航员呢？对不对？宇航服都长出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那连那个宇航员的面罩都不戴哈，那算宇航员。OK， 戴个面罩，然后宇航服可能这里会有一个环着的一个什么东西吧，肩膀。金刚宇航服捧起来像一个袖子一样，像一个大的泡泡袖一样。那这可能会有一些管道啊，一些管道啊，什么东西的。啊，耳朵上会长出一个翅膀吗？缩小一点啊。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画这什么草图、草图，把它透明度降得很低很低，这样你大的构图基本上不会偏或者是歪。好，新建一层，我们选择一个基础画笔，比如基础2啊，基础2我们选一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它的面部的颜色。这个时候我们画面部哈，我们大致按照一个我们期望的这个颜色去选一个色彩就行了，它是比较暗的一个调子里面，然后被照亮的。所以说在这种应该是比较低饱和度，偏一点点暖就行了，因为它比较暗，所以饱和度不会太高。然后在这个暗部里面，我们会有2盏光哈。这个时候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打光怎么打哈。这幅画的打光已经想好了，是一盏侧底光，就从侧下方，就侧后方来的一盏光，但是它不是应该算是有4盏光。这幅画其实会稍微复杂一点点哈。这里有一盏光，这里有一盏光，这3盏光，说错了，3盏光。3盏光，这一盏光最强，这个你得先想好哈，这是一个常见光源的打法。为什么一开始就想好了？因为这是一个最常见的光源打法。一盏强光打亮轮廓，就打亮它的轮廓；还有一盏稍微弱一点的环境光，就是偏冷一点的环境光。有冷一点的环境光，稍微暗一点，冷一点环境光，照亮暗部里边的受光的面，暗部受光面。然后先放着啊，待会儿我们画了就知道，现在看起来非常乱，待会儿我们画了就知道。然后再来一盏稍微暖一点，但是比较暗的补光，去把暗部的反光面照亮。这是一个最常见的打光方法啊，最常见的打光方法就是我们正常的一般情况下在天光环境下面就会是一个强的阳光作为一个主光源，但是我们一般不会把主光源直接照到脸上，太刺眼了。
我们会让它照亮轮廓，从后面打过来只照亮轮廓。暗部用什么呢？暗部2盏光来照亮，一盏光是来自于天空的反射光，偏冷的，天空是蓝色嘛，偏冷的反射光，还有一盏是环境的补光，这盏暖色的补光是从下往上打的一个补光，从侧后方从下往上打的一个补光，把他的脸把他脸的暗部的其他地方给它补充照亮一下哈。如果其实现在虽然画得很乱，但是其实如果稍微有一点美术基础的人已经看懂这幅画的是什么打光了，因为这个光实在是太常见了哈，太常见了。OK， 我们画仔细点，画细点。为什么常见呢？因为好用，因为好用所以常用，因为常用所以常见啊。好，我看它怎么好用的。我们先画暗部的亮部偏冷一点，用这种颜色。虽然是偏冷，但是我没有用蓝色，因为它是照到皮肤上面，皮肤是暖的。我们先把皮肤的亮面画出来。头顶是额头是亮的啊，额头是亮的，配合橡皮擦喷枪橡皮擦配合。先把亮部切出来，头顶额头是亮的。我们空出来的地方就是暗部，我们是用色块起稿的方法，所以说我们是用块面去找块面。你先画某一个素描关系的块面，比如说最好的就是先从亮部的素描关系去画。头顶颧骨从上往下打的光，我们说那个是一个偏冷的环境光，把暖色的皮肤造成一个低饱和度的暖灰色。我们再画暗部的亮部，暗部里边的亮部哈，暗部里边看，这是最亮的地方。蓝色和黄色都是属于暗部，我们现在先画暗部里面的亮部，就是暗部里边的蓝色光照到的部分。但是为什么没有直接画蓝色呢？我画的是一个低饱和度的暖色，因为皮肤是黄色的，皮肤是暖色的，但是被冷光一照，它就会呈现一个低饱和度的暖色哈，这个是属于色彩理论的一种。前面邵军老师有讲色彩理论，如果说还是没听懂是为什么的话，这些同学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微博里面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关于色彩，你搜关于2个字就能够搜出很多我写的这个教程啊，这个教程里面有一篇就叫关于色彩，里面详细阐述了为什么这个理论。好 ，OK， 把暗部的亮部切出来，这是什么？鼻梁哈，鼻梁会被光照到，凡是凸出来的地方一般都会被照亮哈，都会被这个直接暗部里边的从上往下打的光直接给照亮。所以我们把凸出来的额头先画一下，然后凸出来的鼻梁画一下，凸出来的颧骨画一下，眼窝就先不画，眼窝是凹在里面的哈，先不画。然后还有哪里会被照亮呢？哪里会口轮匝肌啊，就是上嘴唇口轮匝肌应该也会被照亮。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下嘴唇的会出来一点点，应该是会出来一点点。还有下巴是翘起来的，下巴应该也会被照亮一些。其实你这样一做的话，你的这个暗部里边的亮部就切的差不多了，看起来有点丑没关系，慢慢让它好看。好，那么下面画暗部里边的暗部，暗部里边的暗部是什么？是一个这种暖色，对不对？是这种暖色光哈，很抽象的，我们把它画成慢慢变得具象。暖色光我们就用偏暖的颜色吧，深一点的暖色啊，深一点的暖色。够深吗？不够深差不多。深一点的暖色，我很怀疑这幅画因为是个深色调，在直播你们截屏，就是直播被这个取样下来之后，你们看到的画面会不会显得就是太深了，糊成一团了？会不会？因为这是一个深调子的画面我不知道这个直播软件它对于这个深色调的表现如何，因为我这边可以看到很多细节，我很怕你们看到的是就是因为调太深了，看到的都是糊在一起的。待会儿吧，再说吧。如果说待会儿你们看到的太糊了的话，那我就把这个整体画面调亮一点再做现在看起来还怎么样？很不错，好吧，谢谢夸奖。那么我们这个我还没开始画呢现在就夸我。现在我们首先画2个最深的面第一个是眼窝凹进去的，都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颧骨下方脸颊也是向下凹的，比较瘦的话比较瘦然后还有鼻头的下方也是凹朝下的面，也都会有一些这个深色调。然后往后面连接我现在用的是基础2基础2可以画过渡，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逐渐把这个亮部和暗部连接起来，过渡下来过渡一下。
对，你把手机，如果用手机看的，把手机的亮度调最亮。好，然后耳朵的位置带一下，耳朵其实后面可能会被挡住，但是我们为了就是定位啊，去耳朵的位置哈，虽然后面可能不会去详细画耳朵，因为应该会被东西挡住，会被头盔挡住，但是我们为了定位，把结构不要画得太偏，我们还是要把耳朵画出来啊。这边可能会戴头套，戴啊，就是关于那个什么的地方了啊，就是戴头盔的部分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翻转画布，看一下它长相会不会有问题啊？大结构有没有问题？我觉得鼻子稍微高了一点点啊，就是不够秀气啊，稍微把鼻梁切一下，鼻头切尖一点。你可以用橡皮擦去详细的修一下边缘，中间过渡的地方笔触有点笔触有点乱没关系，但是边缘要比较清晰。边缘的结构就像是我们画线稿、起稿的线条、线稿一样，边缘的结构尽量准确。边缘的结构千万不能太糊哈，没有说一定要清晰到一个像素，但是不能太糊。很多同学在起稿的时候把握不准、把握不住，就是因为边缘的结构没有仔细的去拿捏。就被很多笔触给带偏了，画到后面你这各种笔触，各种笔触你都不知道笔触到哪去了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嘴唇稍微加点唇红，就各种糊，后面你的画面就糊成一团。你说老师我控制不住了哈，我的笔触已经就是信马由缰哈，不听我的使唤了。别人都说我就是一个只会用笔刷的笔刷怪，然后我也很苦恼，但是不用笔刷我又画不出来。我教你哈，诀窍在于控制形状的边缘，外侧的边缘控制好了，再控制里侧的边缘，比如嘴唇的唇线也属于是一种边缘。这种结构交界的边缘都把它像画线稿一样仔细去处理干净，处理准确，处理清晰。笔刷怪害不害怕变成笔刷怪？就笔刷怪就是只会用笔刷，然后脱离笔刷就画不了画了。给我笔刷哈，看直播就是给我笔刷，你想要我的笔刷吗？笔刷是工具哈，要让它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被它带着走哈。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时候都是要使用的笔刷，要使用的工具，但是又要以自己的意志为主导。我教你们怎么用，一步步跟着我走就行了。我的笔刷是这样子哈，就是小易会发到弹幕里面具体的获取方式哈，因为这个好像获取方式一直在变。今天来参加直播的同学应该就可以看到，应该是好像是要小易发一下弹幕获取方式应该是在什么？笔刷会上传到群里你们加群就行了 ，OK， 加群就行了。好，大的轮廓抠到这里，我觉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抠细的话，有可能你就画死掉啊，就画死掉你就没感觉了哈。OK， 那么就先画到这里，画到这里我们干什么呢？画到这里我们就下课了。没有，还有很多哈，还有很多。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该画，把脖子也带一带吧。脖子不用带了，脖子的话待会儿会穿衣服啊。现在画了白画，我们就画一下眼睛。眼窝里面的结构，眼窝先是画一个大概眼窝的形状就行了。第一笔切的是哪儿？画眼窝细节的时候，第一笔切的是上眼皮，因为上眼皮是凸起来的。我们画大多数光影环境的时候，上眼皮因为它是凸起来，它都会被照亮。上眼皮，先画上眼皮，用浅色去画它。如果说你光源是从下往上打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哈，反过来了。如果你光源是从上往下打，正常我们的光源都是从上往下打，因为天光是从上往下的嘛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上眼皮都是被照亮的，先画上眼皮。
不要一来就去画眼睫毛啊，什么各种的这个瞳孔啊这些哈，那种就会画死掉哈，你的画就会画死。我说的是我这种风格的起稿哈，偏厚涂的写实风格的起稿，画了上眼皮之后再画什么？再画下眼皮。下眼皮卧蚕是凸起来的，卧蚕下方会有一个投影，下眼皮卧蚕上方会有一个卧蚕的体积。其实你把上眼皮画下眼皮画完之后，你发现没有，眼睛就出来了，但是这个结构好像有点怪，画到这里。其实画了眼睛之后，你会发现这人的结构需要调整哈。你的结构需要调整，画了眼睛之后，因为画了眼睛之后，五官的位置都已经大致定下来了，你就会发现结构有一些结构问题，你就能发现了啊。因为之前没画的时候，很多的都还没定型，没定型的话，你还就是很多问题都没暴露出来哈。我们先调一下结构，调整结构的时候，我们要结合眼睛的位置、嘴唇的位置、下巴的位置，去把这个五官的透视进行一下调整。怎么调整呢？观察一下 Ctrl 用你的快捷键水平翻转画布啊，水平翻转画布通常会比较容易观察到存在的一些问题，因为从一个方面一个方向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不了发现不了问题。我也会这样好，用喷枪去过渡一下，把这个笔触稍微处理一下发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液化它比如说鼻翼太长了、太大了，现在用喷枪把一些笔触过渡一下。好，液化，来液化，滤镜滤镜液化，对，不太好观察是吧？合并图层 Ctrl+Alt+C++E 合并所有图层，再滤镜，再液化，好观察这样回到后面一起观察。鼻子的秀气点，嘴巴的透视，鼻梁我还是希望它挺一点毕竟这是一个比较有气魄的，就是比较坚强的角色。好，眼睛稍微大了一点点，我们还是画的偏写实的风格，所以大小控制一下。这个时候我不能说话，我要仔细的观察、感受、调整。人的脸是非常非常精妙的仪器不要仪器，非常精妙的部分。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你就能看出它的不同，这才让我们每个人那么60几亿、70亿人，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并且都还能被分辨出来。这就是五官，哪怕一点小的微妙的变化都能够被人的视觉所捕捉。所以说我们在做五官的处理和拿捏的时候要特别细心，尤其这是一个带点俯视、带点透视的角度的话，要考虑到近大远小，头部眼睛会大一些，眼睛会稍微大一点点，然后下面这一庭会因为透视缩短一点点。哎呀，忘记了，我待会儿还要画面罩的，我把嘴巴画这么细干嘛呢？好吧，大概弄一下这样透视会好一点吧？是不是要自然一点了？其实还可以调要花时间慢慢去修，慢慢去感受，去弄。
但是我不想调了，因为待会儿我要画那个，我要画面罩，我会把嘴巴挡起来啊，会把嘴巴挡起来，所以我就这边大致把下面处理一下，上面画的细一点，然后把眼窝这里画细一点。眉骨啊，这是一个西方啊偏西方长相的一个角色，鼻梁比较高啊，眉骨也比较高一些。所以这样子，好，我们换一个基础1或者基础3。基础3是什么画笔？它画起来是带有这种颜色抖动的，带一点点纹理哈，把这个眼睛里边的虚实关系稍微处理一下，就是眼睛里面把眼睛放大嘛哈，我用笔刷把它打虚一点，然后用这个基础3这个带有一些色彩抖动和这个纹理的画笔，把眼窝里边的一些细节概括一下。什么叫概括？为什么是叫概括？因为这种带有颜色抖动或者带纹理的画笔，它都会营造一种虚假的细节，它是靠自带的纹理营造的虚假细节。这种虚假细节就会让我们就是骗过人的眼睛，以为那是细节。所以说这种纹理就可以让我们去对一些细节进行一个概括，或者叫做暗示啊。眼睛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但是我不想很仔细的去抠它，因为这是在一个暗部里面的眼睛，明实暗虚嘛，这是一个暗部里面的眼睛，所以我用一些带有纹理或者带有色彩抖动的画笔去暗示这里边的一些细节。好，这个时候开始画睫毛了哈，大家最喜欢画的，很多同学喜欢画的睫毛，但是我还是会让你失望，我不会一根根去抠这个睫毛的啊，一根根去抠这个睫毛就死了，抠死了啊，不能让它死掉。你们最爱的双眼皮，我也是，就是用纹理画笔画的很糊的。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死了，我还是想让它更虚一点啊。待会儿换点画笔，我先用这个笔刷把一个细节，大致的细节做一做。待会儿我再换一个画笔，去把这个里边再做的更加的暗示和丰富。这里边为什么开始画很浅的黄色了？看到这里，本来是真的眼窝，开始画浅的黄色了。不要忘记右下角有一盏暖光哈，右下角有一盏暖光，就这个右下角暖光，它会把眼窝照亮哈。画到细节的时候，充分考虑到整个环境光源。OK， 好，暖色，然后这边逐渐要过渡到冷色范围了。这边上面是冷光照亮的是吧？环境的冷光照亮的，我们把这个冷色加强一点点，哇，太漂亮了！是不是有这个蓝色之后，一下觉得整幅画色彩变得特别好看了？为什么？色彩配色理论哈，色彩配色理论讲到的，我们整体画面是一个主色调是偏暖的，然后只要加一点点冷色，它这个冷色就变得特别宝贵，就特别的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因为它很少很宝贵，它是点缀色。然后黄色跟蓝色之间的颜色是什么？可以用一些中性色调，比如说玫瑰红。玫瑰红它是色环里边介于黄色和蓝色之间的颜色，黄色到橙色，然后再到红色，再到玫瑰红，再到紫色，再到蓝色，对不对？它中间的颜色你可以选一个介于其间的颜色，玫瑰红作为这个黄与蓝的交界，你不需要去画完整个7色的这个色环，只要有一个中性色在中间交界的去搭一下，这个色彩就会变得很好看。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这个变化哈？这个色彩的变化它是很漂亮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显示能不能看出来，因为比较微妙啊，能看到这里是黄，这里是紫灰啊，这里是青色，看得到吗？看得出来吗？能分辨出来吗？这里是黄色，这里是红，然后紫灰色，然后是青色，很清楚，可以看到。OK， 那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我们可以很顺畅的交流了。那么我们在这里再加一点蓝色，
这里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再这里加冷色？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固有色形成的，因为它的这里正好到了它的下眼袋的位置，就是眼袋啊。虽然是年轻的女孩子不会有眼袋，但是这个地方是会偏青的，卧蚕至下面这个眼袋的地方是可以偏冷一点，这是固有色造成，固有色叠加冷色的环境色，所以这里理所应当是更加蓝、更加冷、更加冷一些的颜色啊。这就你看，通过这样一个分析，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去把颜色给画的很丰富漂亮，但是又合理。好，这边过渡一下，青色过渡一下。脸我们会花的时间会多一点啊。其实要说最后的话，极有可能我们很多东西都会被盖掉。但是我们又不得不做这一步，因为我们要让每一步看起来都是好看的。这不是为了表演给你们看，这是为了让我自己画起来有感觉。有些时候啊，比如说为什么耳朵要画，后面会被挡住，为什么要画到？因为你不画的话，你就是你会没感觉，这幅画就缺点什么，它重心会偏，或者结构会歪，或者是虽然后面这个都会被盖住啊，你看不到，但是什么呢？就是你就会越画越没感觉，你就丧失了画画的灵感啊。所以一开始我还是会把脸画的稍微细一点，然后再去在脸上做装饰什么的，我都会觉得简单一些。鼻头会偏红一点哈，有血色偏红一点，这个很正常。然后可能会这里会有高光吧，我看看。鼻头一般情况下会有个高光，会有一个高光点。一般因为鼻头是鼻球嘛，它是球体哈，所以这很容易形成一个高光。相对应的额头是不是这应该也有个高光啊？我分析一下，这里应该有个高光，是不是？画着，我觉得好像以前画过这个角度，画过一幅画是这个角度，但是很多年前了，画过一个头像，是哪幅画呢？我想想看，好像是反正也是一个头像。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一幅红色的画，应该是在13年还是14年？不，14年左右画的，俯视的女生的角度，好久没画这个角度哈。OK， 好，我们不再去画更多细节了，再画细节的话，我们这幅画就陷入细节的深渊，就画不下去了。画到这里为什么要画这么细的原因是脸画好看了，后面就是你画起来会比较有灵感一些。眼睛里边画点冷色，眼白嘛，画一点点反射的眼白的偏冷一点的深的冷色。你看我眼睛的细节根本没有画太多，对不对？而且画得很糊，而且会用了很多纹理笔刷，就是这样。我跟你说，不要去把眼睛一开始抠得特别细，抠得越细就越丧失美感。但是你也不能完全不抠啊，有一点结构交代起来就行了。因为它是在暗部，它是属于一个比较暗的环境里面，这种地方就是要虚一点，才有这种朦胧感、神秘感。下面我们画啥呢？要去画面罩了。OK， 可惜了，我们的脸被挡住一部分。但是没办法哈，没关系。我们待会儿，因为它的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要画一个面罩。这个面罩是一个，我想想什么颜色？青灰色吧，灰色，深灰色，但是很低饱和度、偏冷一点的颜色。分一个图层，这个面罩的形状去控制一下，大概是这样。呼吸器，呼吸器会带到下颚，然后用橡皮擦，硬笔橡皮擦去擦出形状。现在这个形状已经很难分辨了，很难跟背景分辨了，没关系，我们待会儿会在后面打盏光，这个轮廓就出来了。现在我们只要去找到大致的这个面罩的位置，面罩的形状把它修得好看一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面罩，它是一个有故事、有情绪的面罩。给它一点点小转折。
为什么它是有情绪的面罩呢？因为它是一张长在脸上的面罩。这个脸上怎么长？你看看，怎么长好看？顺着结构长。顺着颧骨的结构去切这个线，OK， 说明它已经机械化了，已经做了机械化改造了。No， 我想看，我要切的好看点，觉得切不好看。算了，这条线太重要了，很容易切歪。我这样分一个层啊，分一个层好改一些。刚才分层，顺手一画还好点，比那个仔细的去抠还好点。顺手一画，这个形状还可以。注意哈，这个形状顺着结构去破它的像。顺着结构破侧像，首先这个是颧骨到口轮匝肌的连线，这个是根据人体结构来的，所以它这样走是不会难看的，它其实是暗示结构或者强化结构。眼角这里向外有一个，其实也有一个结构线是眼轮匝肌的这个眼眶的这个上眼眶和下眼眶的交界线，这里有一个骨裂，就是这个在头骨结构里面这里会有一个裂缝，其实你从这里切一条线过来，它也是好看的，是顺着结构来的。我们可以顺着骨头的结构和这个肌肉结构去画这些添加上去的机械感觉的线，会更加的符合人体构造、人体工学构造，会让人觉得更加真实，而且不会破坏美感啊。在这基础上，你再去做些变化就好了。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流泪的暗示，但是我不想它是真的流泪。比如说，这里会有一个点点。这个不是流的泪，这个是一个洞，但是很像是滴了一滴黑色的泪。但是好像不好看哈。我要这个点点，哎呀，顺着眼轮匝肌的下边缘往这边走一个，然后在这转折的地方可以加一个结构点，会不会太多？加一个大致算了，算了。就不流泪了哈，不流泪，加了失败了哈，失败。这里掐一个这个结构缝吧，会不会太多了？可能线太多了吧哈，到这里结束就行了。OK， 很好，恰到好处。好，面罩的大形状出来，然后下面要画的是面罩的体积啊。面罩的体积，我们画面罩的体积，刚才不是找了一些参考图吗？面罩的结构我们看一下，其实我也有很多是我没画过的东西，比如说这个面罩我真的是很少画，所以说你要找参考，看这个结构怎么样子走的。它会鼻梁骨顶起来，会有一个大的斜坡下去，然后整个嘴巴是被包裹起来，这里这个弧度，记住这个弧度哈，你不需要去记它的设计，也不需要照搬设计，你要记住它的大结构，就是大面罩的结构是怎么长的。比如这里会有一个斜坡，顺着鼻梁夸张这个鼻梁的斜坡，这个要记住。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也是很类似。所以说所有的面罩都有这样一个顺着鼻梁顶出来，下面一个向下面光滑的斜坡到脸上包裹出来的这个结构，也是顺着脸的形状来的。可以做变异的地方是什么呢？可以自我发挥或者做设计变化的地方，就是嘴巴前面的地方，还有这个连接的地方哈。看这地方这两张图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从来没画过一个东西，你要找到这个东西的共性，然后再在哪里可以做变化的地方去做自己的发挥，共性画出来才像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们先去画一个共性，就是从鼻子的这个，画不上去啊。我的图层为什么没有图层？我用的画笔工具为什么没选中图层？我是点错了什么东西？保存一下，储存一下。为什么不让我画呢？无法是因为没有选中图层，关掉。
好，把这个斜坡来啊，所以你们从来没有画过的一个东西，一定要去找一些参考来看，来理解它的结构。理解它的结构，并不需要你去照搬，而是去找到这种物体的共性。共性找到之后，你把共性画出来，它就8、9不离10，它不会偏，就还是像那回事，人家就知道这是一个面罩，这是一个呼吸器。然后你在可以做变化的地方去做自己的设计。比如这里往往都会有一个什么一个管道啊什么的东西哈，光从上面打过来，所以这边是一个冷色光啊，照亮的上面的结构。这里我要仔细去试一下了，这里会要开始切一个东西，就是切一个逆光。这个逆光现在加的有点突兀，但是有我们前面的铺垫还是不算突兀。前面我不是铺垫过这个吗？逆光，它会照亮我的面罩，同时也照亮这个边缘，肯定会照亮这个边缘的，对不对？它一定会照亮这个边缘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光画上去，否则我们现在已经有点看不清轮廓了啊！把光打上去，这个光一打上去，你就觉得哇，太好看了！为什么这个光这么美呢？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光啊？因为它一下让我们的画面变得特别的敞亮明快，这就是光的魅力。但是其实我知道忍到这个时候才打这个最亮的光。你看最亮的光我是到这个时候才打的，就是不得不打的时候才打，如果不打的话我们的轮廓就看不到，这个时候才打，不要一来就很那什么，就很着急的去把这光给打出来，那样的话你就一下子泄了，就泄功了。就破功了，知道吗？一开始就把很爽的东西全部就爽，就一下子就画出来，就爽出来了啊，然后后面就没有惊喜了啊，所以到后面慢慢惊喜啊，慢慢爽，就慢慢把这个就是画到不得不爽的时候才爽哈。现在你看画的这个颜色是不是一下子很亮很爽是吧？好，前面就忍着哈，让你的画面每一步画的时候都会让自己有感觉啊，有新的感觉，有新的这个快乐啊，就觉得画这张图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看，可能这个鼻子还再往前一点，这个面罩再往，我试一下会不会难看啊？试一下，面罩画的更出来一些，有点像这样画出来有点像兔子，发现没有？嘴巴太长了，有点怪。还是贴脸一点吧哈，贴脸一点啊，面罩还是贴脸一点。之前的轮廓挺好的，其实画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破坏效果。好，这个面罩这个颜色降低饱和度，其实我这里应该要分层，这个颜色这个光它是很重要，它是后面那种逆光打到我们的防护罩上面透出来的光源。算了，因为是我们要速度比较重要，这次我们要快速的，我怕我边讲嗨了都控制不住速度，后面画不完。那我们就画的轻松一些。这个面罩，玻璃面罩，它会有一个光晕，会晕上去，把下面这个给照虚。玻璃面罩边缘的地方是最亮的，边缘的地方会最亮，折射原理。里边会透出背景的黑暗啊，里边中间反而没有那么亮了，但是它有一个光的晕光在里边，在这个玻璃面罩的空气里面。这里边细节结构我现在暂时不去做太多，
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细节的深渊。有时候画着画着也会就是想去开始就把里边的这个面罩的结构好好去设计一下，做太多哈，做太多整体就会控制不住了。我们现在既然画到这里了，我就把头部的整个光影环境做一下。头部的整个光影环境它其实是比较奇怪的一个，它是笼罩在这样一个玻璃面罩里面的，我们是透过这个玻璃去看到它的，所以它本身上面有一层可以反光的这个材质。我们现在用的是基础3哈，用高光模式减淡工具去把上面减淡一下，发现减淡不了吗？减淡，使劲减淡，还是减淡得了哈。OK， 减淡一下，然后有了这个色彩过渡之后，我们就可以，这是什么？这是暗部的冷光，暗部的冷光造成的哈，反光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天光的反射，比如反射了一个什么星球、天空或什么，旁边是战舰的轮廓，战舰的残骸轮廓。算了，不要画这么清晰哈。待会儿我们再慢慢来画里面的细节。这里的镜面反射有可能会反光哈，我们把这个换一个笔刷，要换笔刷了，基础2-2看一下，一个笔刷用太久就要换。不换有可能你就会单调，画面会单调。记住，轮廓一定要清干净，形状把它确定准确。好，这是我们上层的面罩。通常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就是把它做各种图层属性的变化，就是把这个面罩图层去改这里的图层属性，去尝试它不同的叠加效果产生的变化。比如说差值模式，我们去给它调一下色彩，有可能会有一些惊喜。好的，没有惊喜，有一点点惊喜，还好啊。我们在差值模式上去画一下，跟你说，差值模式是一个很奇妙但是又很难用的模式哈。可以试一下，我有时候喜欢在差值模式上面去进行刻画。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算了，你看不懂算了，我就直接画。我跟你说，差值模式上这样子哈，开始哈，就是这一步可能很多同学看不懂了，为什么这样画了哈？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制造这种就是叠加效果的肌理了哈。这种肌理就是它会就是在差值模式下面使用这个效果的时候，它会有一种笔触重叠的感觉，比如有点像叠加，其实你用叠加图层也行啊，叠加图层太直白了一些，我觉得差值模式它的颜色会更诡异一些。它可以让这幅画，你看哈，区别就是不是感觉这幅画画的就是色彩变化会比较怎么说呢？就感觉很丰富，一下变得丰富了起来。其实也就这几笔。如果你用正常模式什么样子？正常模式是这样子的，正常模式这样子灰灰的盖上去的。叠加模式呢是这样子的。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模式也都可以试一下哈。差值模式是不是有一种就是在里边的笼罩的感觉啊？笼罩在画面中的感觉，并且让这边多了一些就是这种肌理感、重叠感，是不是丰富感？有没有看到？这个效果看起来好看，但是很干净，让人一目了然知道你怎么画的，对不对？能够知道你用一笔笔刷一笔笔画出来的。但照这个效果，你就觉得它是做了很多效果了，它就不是一个效果，就是一个流程能画出来的，它一定是做了好几个流程。所以说现在确实是好几个流程啊，有了新的流程就觉得丰富多了。等一下，我拿到这里面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哇，好灰啊！你们看起来是黑的，背景是黑的还是灰的？你们背景看起来是黑的还是灰的？我2个显示器看起来效果不一样，而且差别很大。你们背景看起来是偏黑的还是偏灰？感觉？你们感觉背景是偏黑还是偏灰？给我个反馈。黑，黑，好好好，就是应该黑啊，就是该黑。那看来是还行 ，OK， 就是该黑。好，接下来咱们画了多久了？画了1个小时了，还有2个小时，看起来进度还行啊，比我想象的快一点点。接下来在第2层啊，第2层再画第2层的光影。第2层的光影，我们画一个稍微清晰一点的画笔，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湿边画笔，它的边缘是非常清晰、非常硬的。先用正常模式去画，反射啊，不用叠加吧，叠加或者先正常模式吧哈。切出区域啊，切出反射的区域，极度光滑的表面，它能够反射出环境的物体，比如说一个建筑物，你想想看，可能是这里会有一个太空站，然后这边堆了一颗卫星，好，它能够反射出环境的剪影啊，极度光滑的物体，你去切一下，看看切的好不好看啊？好，可能稍微复杂了一点点哈，再简单一点。然后在这个选区里边，按住 Ctrl 键点这个图层，这个选区里边去做什么呢？去做画这里面的东西，画这里面的太空，画这里面的天空，画这里面的世界。这就是它镜面反射的一个世界，这是它是一面镜子，它反射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小场景，我们在这里画一个小场景出来，用叠加图层，但是也只是画一个概念哈，不是说真的画一个场景出来哈，就暗示出来，把这个环境里面的东西暗示出来，所以用叠加。这个选区里面，飞船飞过去了，天上有很多这个飞来飞去的宇宙飞船，还有一些太空桥梁。用叠加图层能够形成很多很多层次的感觉，那你觉得这好像是真的反射了一些，真的是反射了很多的环境的内容。好了，大致画到这里哈，画到这里，把它降低一点点，太蓝了哈。大致画到这里之后，我们把这2个图层做成一个组，把这个组做不透明度，降低它不透明度，它能够把下面的东西透出来一点点，更有通透感、层次感。然后把这个组再去做差值或者排除，或者是其他的图层属性去试。划分也还可以，哈，你看划分图层，正常穿透是这样子的，划分它这个效果，我觉得这个颜色还可以。我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调一下色彩，比如说把颜色
调整一下，试一下。OK， 可能太红了，要再蓝一点啊，再冷一点，毕竟上面是冷色区。换回我们的基础2，把有些地方再补一下。我觉得这个地方好像有些地方切的太碎了一点点哈。注意划分图层属性的时候，你选个红色画上去是蓝色，选个蓝色画上去是红色，选个红色画上去是绿色。所以你想，这里我想画蓝色，我就得选一个橙色，因为它是在划分图层上面的。好，你看这几笔又让这里感觉就是再润了一些，让笔触显得更加柔和啊，不是说更柔和，更加融合、润和啊，更加润进去的颜色。好，在上面去画设计了。我们说它身上会长出很多奇怪的一些东西哈，长出鱼的骨头啊，长出鸟的翅膀啊什么的。这个还真的是只是最开始的一个想法，我很怕实现起来有点难以 hold 得住。我不知道哈，我试一下吧。hold 得住我们就要 hold 不住，hold 得住我们就要 hold 不住我们就不要了哈。我试一下这个想法，就是要开始设计它的身上的东西了，身上的这个装备了。首先我要给它画一个漂亮的翅膀。翅膀啊，是吧？翅膀我想想看哈，画在什么位置合适？我们先画出来，然后再看位置。通常会画到耳朵这里啊。我第一想法是画在耳朵里，但是我忽然觉得长耳朵这里长翅膀太常见了，谁都长这里哈，太常见了，我有点不想画在这个位置。不画这儿画哪儿呢？我有点犹豫，我先画出来再说吧。新加一个图层哈，翅膀图层，新加一个图层，画出来再说。白色的翅膀，白色的翅膀。我先还是画耳朵，到时候把移到其他地方去就行了。如果说想移的话，如果效果好的话就保留，效果好的话就保留，效果不好的话我们就把它移到其他地方去。先画翅膀的大轮廓，翅膀是两半羽翼，两组羽毛的组合。现在大致把翅膀的这个
结构画出来，不画太细，因为我不确定翅膀的形状和位置，我现在是在摸索阶段，画太细了，待会儿可能会白化。画一个鸽子的翅膀吧。鸽子的翅膀跟天鹅的翅膀长得是不一样的。想想看画翅膀有什么好画呢？我们换一个工具哈，混合漆画笔。混合漆画笔里面选择这个刮刀2这个画笔也是比较喜欢常用的一个画笔，然后它可以一笔就画出一个这个效果，就像是一片羽毛一样。用了概括还是比较快速的啊，也是我们画油画中技法的时候常用的一种笔刷。但是缺点是画的太清晰了，它很清晰就很具象。很具象的话，就容易丧失那种空灵和通透感，它获得的是一种很写实的感觉，很实体的感觉。但是用来画这个细节还是很快的啊。硬笔橡皮擦把边缘擦出来。不是很好看，有点硬，有一点死板。我觉得这个翅膀一下子破坏了我们画面的这个空灵感。你再试一下。有没有比较轻松一点的翅膀呢？尽量画出翅膀，不要画那么平吧。我想尝试一下，给它画出那种就是有一种透视的感觉，空间透视的感觉，不要画太平。我的大脑在急速运算的时候就无法说话了哈。现在你看我没有说话，就是我的大脑在急速运算。一方面要看这个翅膀的羽毛怎么排列，一方面在思考这个就是这个翅膀放在什么位置好看，而且甚至要不要这个翅膀我都在考虑哈。我觉得什么呢？我觉得翅膀现在是这样，加的太早了。现在加的话，你怎么看都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它跟旁边的这个配不上，不配合。整个环境它很亮啊，很浅，然后没有跟它呼应的东西。我们先把它放在这儿，把它藏起来哈，就要放在这儿。待会儿我们画了身上的白色的宇航服之后，我们再去把它拿出来，它就可能会好配一些。先放在这里哈，而且它太亮了，先把它压暗一点吧。任何东西它都需要有呼应的。当你一个元素进去非常突兀啊，从一个虽然我们有故事支撑，但是从一个这个画面上来讲的话，它还是有点突兀。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生物元素出来哈，跟这个机械感或者科幻感的东西非常的不搭，这也是它在这里的一个让人感觉有点突兀的原因。但是没关系，后面我们有了其他的元素相呼应的时候，它就不会那么奇怪了。所以现在先把这个作为一个素材，先把它大致画出来。待会儿我们再去把它藏起来，隐藏起来啊，然后该它出现的时候再让它出现。或者是从身上其他地方长出来。
怎么放更艺术一点？我觉得这样还好看，比直接长耳朵上好看。你觉得呢？这边跟机械结合一下。顺导我们就这样推把推出来哈，这管道这边可能是管道推出来，推它的身上的东西。勾选对所有图层取样，你才取到了颜色，否则你用混合去画笔极有可能取不到颜色。在这个下面去画它的脖子翅膀挡在这里会把脖子影响，看不到脖子的话，我们就看不到脖子它结构的解释就会让人看不懂，所以尽量不要挡住这个脖子的轮廓，让脖子露出来。让脖子的轮廓露出来，还是挡住了。这样，我先把脖子画出来啊，先把脖子轮廓画出来，把结构不要走偏。换回普通画笔，基础2、基础3都可以。别忘了右下角还有一盏光哦，这盏光都没画了，我画一下。右下角还有一盏光呢，一盏更暖的光，还没画。这盏光增加一个图层，从右后方打过来的，同时还会把面罩这里也会照亮一些。偏暖的，脖子后方也会被照亮，但是我们这个脖子这里是浅色了，已经是要进入到浅色的元素的阶段。浅色元素为什么？因为它身上会穿这个宇航服，白色的宇航服其实后面也会变异掉啊。所以考虑到浅色的宇航服被暖光照亮的情况，它可能呈现一个非常浅的暖色，是这种颜色。但是怎么浅都不能比这个浅啊！这个这是第一盏光，主光源一定要是最亮的。现在渐渐又进入了一个稍微难的阶段了哈，开始变难了，又开始搭建身体的光影和身体的设计，还有身体的结构啊，多方面的东西都来了。我一般是先铺垫一个大调子，然后再用一些可以去概括或者是给我提供一些灵感的笔刷去做。先铺垫一个大的基调，逆光的情况下，右边偏暖的一盏补光。注意，越是朝下的面，我们找出那些朝下的面，越是朝下的面，越会受到这盏光的影响。比如面罩的右下方，比如肩膀的后下方。当然，这里它因为会有太空服啊。然后这里会有一些奇怪的构造和结构。
脖子这里简单切一切。这里我用到了白色。白色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颜色，要惜墨如金，只在最亮的地方出现。好，大致的搭建我们到这儿，我们要开始就是设计内容了。难点来了，我一般在这个时候去设计内容的时候，会寻找一些比较能够启发我感觉的笔刷，比如说带有透明度的画笔。正常画笔里面的湿边画笔，它带有透明度，刚才我们用到过，而且它还有层叠效果，它的边缘还很清晰，你用来切一些形状，它能够很概念的去给你一些暗示啊。这里我就用湿边画笔，选一个稍微浅点的颜色，太暖了啊，降低饱和度，然后去切一些形状，偏生物的感觉一些。配合刚才这个素材，我们看它放哪？放背后，头上也好。鱼骨架，鱼骨架照片我再看一眼，我有点忘记鱼骨架长什么样子了。哦，是这样子的，它有一节一节的。我还是把它分个层，因为这个造型的话不确定，极有可能会改啊，换个位置，分个层换个位置。哎，这个照片还挺好看的啊，一节一节的。
还有这种刺，鱼刺，密集一点。鱼鳃那个骨头是比较大块的，放在肩胛骨这里。不知不觉画的有点偏背后的感觉，转体的感觉哈，也好。有点像是背对我们了，侧后方背对我们的感觉，有点画的有点转体了。还是把这个身体的这个动态再确认一下，看肩膀这样转过去，斜方肌。在设计造型的时候，很难同时又把整个光影给 hold 得住，因为设计造型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形状。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把光影画得很准确的话，极有可能你要改的话就白画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只是画一个大概，后期确定形状之后，我们就把造型再去细化。现在只要是大致能够把这个形状哈，不要画，就是光影，不要画得太怪，太难以接受就行了。可能不是很准，没关系，后面再改。现在我们着重关注造型和设计。这个形状看到哪？再精致一点，不要太张牙舞爪。先把画面扩大一点点。是呀，因为正好到这个手到这个胸腔和就是胸部转折这里，扩大一点点，方便我让更好解释结构一些。好，在画设计的时候，细节设计的时候，可以用一些线条去做一些暗示啊，比如说这个手臂的，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像太空服那种、宇航服那种，会有一些切分呐、机械感的一些结构切分呐、用线条可以快速的暗示一下。
好，做了一些块面的造型之后，我们可以加一些线条哈。其实这也算线，然后这些是块面。整个设计呢，我感觉右边稍微空了一点点，我们正好这边一般情况下都会加一些导线啊什么的，做一些线条在后面，分个层吧。不要太散啊，集中一点。然后这边用一些很交叠重合的笔触去做了很多这种模棱两可的造型，它就是看起来各种层叠啊，然后好像有很丰富的内容，但是又不知道是画了什么，就这种啊，它就是一种细节暗示啊，暗示这里有很多细节，但是我又不给它画出来，现在暂时不给它画出来，后面细化的再做。这也是在我们画比较快速的这种概念设计的时候常用的一种方法。如果说你把什么东西都画的特别清晰的话，这很不保险，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改这个造型设计，觉得这个不好看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可能会改那么一改的话就浪费时间了。稍微碎了一点点，我看看脖子这里可不可以加一个，就是领子。我看宇航员的服装不都有一个那个吗？都有一个这种很大的一个领子。后面这些线条太碎了一点，我把它重新再做一下。因为现在太碎了一下，有点花。
再换个方案。突然想给它做一个大袖子，算了，偏离初衷了啊。好，大致先到这里，后面这个背上这个造型细节，我们后面细化的时候再去设计吧。现在我们要做背景了，做背景之前来回翻转画面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需要调整的地方。OK， 那我们把背景选出来，对所有图层取样，用这个魔棒工具，看选到了很多里边的东西，把它反选就行了。里边选到了反选一下，把背景选出来，然后我们要做一下背景。魔棒工具，然后 Ctrl+Alt+Shift+E， 在最上层合并所有图层。合并所有图层之后，反向选择反向，右键选择反向，把前面的图层拷贝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背景了。比如说我们的背景，通常背景它是上深下浅这是一个口诀，背景的口诀是上深下浅。我们用喷枪画笔去喷一个浅色，不用喷枪，我们用方头笔吧，直接用方头笔，然后去喷一个浅色，然后方头笔的属性改为这个叠加，它可以自己叠加图层，叠加属性的方头笔可以自己对自己进行减淡。叠加属性的方头笔，后面是刚才说什么？后面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一片虚空中的爆炸，是吧？也许会有一个星球，也许会有一个星球。然后被另外一个星球挡住。然后它还有一个星环，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是一个东西吧。衬托背景的，通常我们背景会用一些比较亮的形状来衬托我们觉得需要去突出的部分。
还能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星星，还有一些太空轨道，还有穿梭机，但是太复杂了，不想画，太麻烦了。我们大致的就是意思一下。或许在画面前面也可以啊，现在就是变成装饰性线条了。这个或许在画面前面我们可以加点装饰性的线条，我也不知道干嘛，反正装饰一下吧。跟这个呼应一下，跟后面这条线条呼应一下。可能是导管吧，你就理解成是不电线，碎裂的电线。啊，对对对，爆炸爆破，然后把这个电线都给炸断了啊，电线都飘过来了。我觉得构图需要啊，构图需要细一点。画面要扩张一点点，太小了。好，背景这几个，等一下哈，我看一下你们显示器哈，问一下这一块深色，这块深色跟后面的这个黑色啊，这是深灰色，这是黑色，你们乍一看觉得明显吗？还是说仔细看才能看到这两个颜色区别？还是说一眼就看到了？就非常非常突兀的一个色块，还是说是它很不明显？不会被注意到，一般明不明显？不太明显。有人说有没有很明显的？你们觉得很明显，非常非常明显，就是哪怕你在看这个人，你也会被这个吸引住，也会被这个后面这两个这个交界的色块给吸引到。好的，看来每个人的显示器确实不一样啊。我右边这个显示器看起来就不太明显，左边这个显示器看起来就简直就是地狱般的这个变化。好，这样我还把它填一下。OK， 把这几个构图，这个构图好像有点多余啊，那先放着吧。有的时候哈，画面中需要，比如画这个线，我觉得画这条线好看，但是你又不知道它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线，觉得很怪，那你就安排啊，给它安排一个合理的情节就行了。比如说这是一个导弹啊，导弹飞出来拖尾是吧？你可以把它画成你想要的东西。我们通常画一个东西，画面中的元素都是你需要这个构图，然后再去看，按照这个构图它会是什么，想象它会是个什么东西。OK， 我们第一步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步就是大的构架的搭建，第二步是细化。我们看还剩它多少时间？还剩了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可以细化一下。
在细化之前，我们要做整体的色彩和亮度调整啊，调亮一点点。用曲线调整它的对比度。然后做整体的氛围的调整，比如用线性减淡涂层，然后配合一个喷枪橡皮擦，去把下方整体提亮一些，把整体光晕的感觉做强一些，从下往上的过渡做强了一些，就让它笼罩在一个光的环境里面。其实有了这个线性减淡之后，我觉得下面这个提亮曲线都不需要了，它已经被提的比较亮了。局部还可以用颜色减淡来加强，颜色减淡涂层配合喷枪橡皮擦吸一个饱和度高的颜色，来加强局部的色彩和光晕。颜色减淡在加的时候，它能够叠的时候，它能够把一些色彩叠得更加的明显。比如这就是颜色减淡，它可以把旁边叠一些这个轮廓色，光晕的顺着这个轮廓线条的色彩。线性减淡的覆盖性比较强，它可以比较把暗部的地方可以比较容易点亮。颜色减淡的色彩感比较强。我觉得这个后面这个太亮了点，不透明度降低。哎，不行哎，不行。没有时间去画星球了，但是这里应该要有一个，那是黑色。上面有个花我看一下，我去掉一些，我试一下，我去掉一些，看我去一些什么。后面我希望有一些这种流光的感觉，但是又不希望它看起来太花。看来星球是不能要了。
黑色的星球散发着红色的光晕，像极了这叫什么？像极了梦魇的色彩。外发光怎么会有一个？这外发光怎么会有一个杂色的感觉？把杂色去掉。加点。然后后面这些流光，去我那个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这个图层好像做错了。这怎么会有一个硬硬的这个过渡？这是哪来的？这层。好，这个流光也要发光，也有自发光，它才像流光，不然它觉得很奇怪，这个白白的是什么东西？流光图层在这里给它一个自发光，点 fx， 外发光，发个黄色的光吧。然后有了这个图层属性之后，你其实可以改，你可以用硬笔去擦，然后或者再用硬笔去画，这样子你就可以。但是你上面画的每一笔，它其实都有发光效果，可以根据你需要去调整构图了。太多了。好，正是这样。我们下一步就是要细化了吗？画了2个小时了。不，通常到这一步我会玩，一下，就是把这幅画拿来就是做各种实验，比如合并所有图层，然后把这个图层属性拿来做改变调整来观察。无果，没有好的效果哈，没有好的效果，无果。那再做其他实验。再做个实验是在上面叠一下，或者喷枪喷一些色彩，然后改变图层属性。比如我最喜欢的差值。
上面是不行的，但是下面肩膀有可能可以。喷了再擦。好，保留肩膀的部分，其实就保留暗部的部分，它可以让它虚掉。你看，它把暗部压暗片虚掉了，有地方太虚了。你们也看了2个小时了，累不累啊？很累了，是不是？看一下，休息一下吧。休息10分钟啊，休息5分钟吧，休息5分钟。休息5分钟，我们可以开始细化了哈。在我玩一会儿，休息5分钟，我再玩一玩啊。你们去休息一下，我来玩一下。我想玩一玩，还有没有其他可以玩呢？我很好奇。就调下曲线吧。镭射，你不要期待说让它整体调出一个好效果哈，我只要期待局部有好的效果就行了。局部有好效果，我就保留局部，我就把局部保留，然后把其他地方删掉就行了。我把它改成颜色模式，镭射涂层加颜色模式，你看我获得什么？获得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色彩，五彩斑斓的白，就太夸张了一点，降低不透明度。怎么样？看这里是不是？看这一块颜色，是不是变成特别丰富了？再对比一下，这个颜色要画得多累啊！你看我们调一调出来了。
头盔往后再多移一点，面罩成一个尖的感觉。好了，差不多可以开始细化了。其实细化也是蛮花时间的，今天我们就大致把一些设计再清理一下吧哈。OK， 最后再休息2分钟，2分钟以后开始啊。休息的时候要补充一下能量。你们猜我吃的是什么？休息一下，补充能量。你看吃什么？猜我吃什么？哇，好爽！哇，一下神清气爽，太爽了！谁猜到？休息一下，补充能量。神清气爽。看这是啥？我现在喜欢生吃芥末，真的，就烟戒掉之后就吃芥末，喜欢吃芥末。后来查了一下，说吃芥末还蛮对身体蛮好的，就蛮健康的，而且一下子这样哇，就很有精神，这样超爽，就直接这样吃。对，你们试一下，真的超爽。但是不要吃太多，吃太多会很难受，就一点点这样。哇，太爽了，清洁了，超好。清醒又提神，真的。好，我们开始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开始细化哈。说到细化呢，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常规的细化可能用线稿先做好设计，然后在里面慢慢铺色，然后再去细化哈，这是常规的做法。但是我一般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画，因为那样呢，不是我的风格哈。那会画得很精致，但是就是我还是喜欢比较狂放一点，笔触感强一点，画的时候自由一点，可以经常做一些改动，然后有更多的想象空间的
就细化方法。所以通常我会用很多可以让我来就是做一点那种可以用那种可以让我就是有一些暗示效果暗示的方法，暗示出用一些纹理呀或者肌理呀来暗示它。获得纹理的方法，比如说用画笔可以获得纹理，比如说这个纹理蛛网或者纹理什么，就找第一个纹理画笔吧，涂抹炭笔就是纹理画笔或者叫纹理炭笔也是纹理画笔。这种带纹理的笔触，它都是可以画出这种肌理感肌理感就比如说暗示了一些细节就比你直接用很干净的笔刷画要好。但是不同的画笔暗示的内容也不一样。比如我们用纹理画笔来画一下，会立刻觉得画面丰富了，是不是？但是一个纹理画笔它始终是会很局限，我们通常可以多用一些纹理画笔换着用。这里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纹理画笔还有一种获得肌理的办法是通过混合漆画笔。混合漆画笔里边有工具室里面有很多每个用法也都不太一样。我就用一个常用的我比较喜欢常用的用刮刀二这个画笔它也是我们 Ctrl+2 的 Shift 加 E 合并所有图层之后用这个刮刀二对当前图层取样，它这种混合漆画笔取出的颜色它画出来就是这样。它同时可以一笔画出很多颜色，甚至画出来有点立体感的感觉。这种立体感很像油画颜料的厚度，所以说有时候我画油画风的技法的作品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混合漆画笔。当然比如说你换一个，比如用神笔的混合漆画笔画出来是这种的。那比如说你用这个油画狂魔在哪？油画狂魔它的混合漆画笔画出来是这样的。就不同笔刷配合混合漆画笔画出来效果都是不一样的各种用法都有，看情况今天我们就随便用几个吧比如先就用刚才刮刀二吧刮刀二的塑形还是好用的然后因为它画出来是有立体感，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造型，我想想看在这里设计一个是一个圆圈还是设计一个导管，它一笔就能画出一个大概的体积，让你对这个造型有一个比较具象化的想象方便你做后续的设计。这是它的一个好处。好，用它来暗示一些细节吧。其实我这边随便乱画就感觉好像很多细节了随便乱画好像很多管子拐来拐去，是不是就感觉这个细节变多了，对不对？它就是这个填充和暗示的作用。我们随便乱画几笔，然后用橡皮擦去擦，用硬笔橡皮擦去擦，保留一些你觉得可以的，擦掉一些你觉得不好的。然后再把这些你随便乱画的造型非常不规则的造型去把它规整一下。比如右下方会有暖光照射，所以说这个暗面会偏暖，会亮一些。朝上的面会深一些。做一些造型出来。这个笔刷用来做一些细节的机械造型的细节暗示还挺好用的，是不是？
感觉这里就填充了很多东西了。No， 这不是我要的，我要换一种。这里我想让它从机械感，然后逐渐演变成翅膀的形状。左边是机械翅膀，右边是生物翅膀，有点难度。不是有一点难度，是很有难度。或者我干脆做个机械翅膀，全机械翅膀也可以。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在里边添加各种，添加各种细节啊，让我们这个之前设计大块的造型让它丰富并且合理起来。丰富还是好做的，合理的话就要比较考究你里边内部的设计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我们会聊一下 AI 绘画啊，聊一下 AI 绘画。其实 AI 绘画我看到很多的 AI 绘画软件画的作品出来呢，包括我自己去玩了一下，我发现就是 AI 绘画画的作品它其实细节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你经常看不懂它到底画什么，对吧？它里面的合理性总是存在一些问题。这个其实也就是，但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好看？因为它整个气氛、光影甚至构图都是不错的，在这个基础上填充了足够的内容，那么你就会觉得很好看。但是再仔细看里面的东西，你就会觉得它很多不合理的东西，很多很怪的，很抽象，甚至有些抽象的东西，就是它现在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种所以甚至还形成了一种 AI 风格。其实很多作品它如果说是用了 AI 的素材来画的，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用的 AI 素材来画的，它形成了一种 AI 产品的一种风格啊。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它，我们不说这个东西它会不会对我们很多行业冲击啊，这个不说，我们只谈就是效果啊，只谈艺术，只谈对作品的帮助，对创作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创作会带来一些影响，就是你的画面中太明显的一些很多人都可以获得的风格啊，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你可以输入关键词，比如说你输入达芬奇，你输入你输入布格罗，或者你输入木下，你输入伦勃朗，输入穆林斯，你可以输入不同类型的画师啊，不同风格的画师，但是你画出来都是 AI 风格，跟你说。它是 AI 风格下面看起来像伦勃朗，AI 风格下面看起来像木下，是不是？
虽然他对这幅画画的像木下，那幅画画的像伦勃朗，那幅画画的像穆林斯，但是它都是 AI 风格下面的，一眼看还是能看出来是 AI 风格，所以它就是会陷入到一个风格的局限，而且在现在大多数人对 AI 创作会比较排斥的情况下，你被别人看出来你使用了 AI 素材来创作，其实无形中也对你的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打了一个折扣啊。所以我觉得在 AI 创作上还是要谨慎一些，只能作为非常基础的素材来使用。非常基础到什么程度？当然我会用给你们看。要基础到什么程度哈？不是一般的基础，你直接用上去怎么用都会有蛛丝马迹，但是它确实还是可以对我们进行一些帮助的。如果是工作需求哈，比如工作需求提升效率，我不在乎别人就是说不说，只要客户过关啊，不在乎这个他是否对我的创作会有帮助啊，对我的进步会有帮助，对我提升艺术造诣会有帮助，或者我不在乎这个画面别人会有怎么评价，那你就是只是提升这个工作效率，那么完全是可以用的，客户只要能接受。但是如果说你是就是为了自己，就是我做一个练习，我想就是想要就是让我的艺术造诣更提升的话，我还建议还是比较慎用啊。说到行业影响的话，有人说这个 AI 替代的不是画师，而是替代的是什么？不是 AI 替代画师，而是使用 AI 画画的画师替代不使用 AI 画画的画师，好像这个意思。反正一说这是个潮流啊，确实，我从来不排斥新事物，不排斥新事物，我也会去研究怎么使用，或者是用在哪儿好。但是现阶段 AI 的水平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还不适合，就是太大量的用在个人创作中，不太适合，它的水平没达到啊。那你说什么时候能达到以假乱真真人的水平呢？我跟你说，按照现在的算法它是达不到的。现在算法是怎么算的呢？现在的算法是就是把就从互联网上去找人类画家所画的各种各样的作品，然后去进行重组或者是学习他的画法风格啊。说不好听点就是缝合重组，说好听点是学习风格之后再创作。但是你学习风格再创作这个过程，本来你也是学习人类画师的这个画法和风格，对不对？假设现在的 AI 就能完全替代人类，或者是基于这套算法的 AI 可以，我们假设它可以完全替代人类画师，假设可以的话，那么会产生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AI 是从人类画师那里学习的，然后他学起来的东西又可以完全替代人类画师，那么人类画师就不需要再去画画，不需要再去探索新的风格，那么整个地球的艺术水准就会停滞。明白了吗？因为不会再有人类画师去创造新的风格，而 AI 只会去学习既有的人类画师的风格。他不管把这个风格发挥的多好多棒，他始终是从人类画师创造的风格里面出来，他无法创造自己的风格。你如果一直是基于模仿人类画师的风格，分析人类画师风格来画出原创的作品的话，那么地球文明的艺术水准会因此而停滞。所以这就是个悖论，所以它不可能完全替代人类画师的作品啊，它只能是作为一个辅助来帮助人类画师更快速的去找到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一定要摆正它的这个位置。然后那个 AI 什么时候可以完全替代人类画师？就是它真的什么时候呢？有可能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是它是真正的智慧生命，它是一个真正的智慧生命的时候，它是一个机械化的智慧生命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完完全全像人类一样具有生命的创造力。那个时候它都已经是生命了，你就不会考虑说它是否会抢画师的饭碗了，那你要考虑的是更多的其他的社会啊、伦理啊各方面的问题了啊。好，这就是最近很多人在问我或者是在讨论的这个一些
观点的看法。那我给你演示一下我是怎么去用 AI 的啊。我也找了一些这个，我也去玩了一下，我也画了一些 AI 绘画的，不是画了，就输入了一些关键字试了一下。我给你们看一下哈，我找一下给你们看一下我的 AI 绘画作品。当然就很快的，可能两三个晚上就集中生成了，这样子试了一下，就差不多那样子，也没有说非要把它试得多好哈，可能没有，就大概就玩了一下，毕竟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找一下哈，没有很深入的去研究，所以就大概生成了一些图，比如说这个啊。比如这个是用木下的关键词生成的克苏鲁的这个风格的作品啊，然后又换成 CM 关键词啊，生成了一些图，各种各样的吧啊，你看着玩呗。有些图画的还挺有意境的哈，问题还是特别粗糙哈，模棱两可，会那种感觉。啊，你看一下 AI 画画的作品。但是苦恼的是什么呢？苦恼的是我不管用什么大师的名字来生成什么样的风格，我都觉得它产生的图都无法直接运用。其实我不排斥新事物和新工具，如果它真的达到了我觉得可以直接用的水准的话，我也不排斥。但是我觉得它真的没有达到，还差很远，就无法直接用，它只能是一个感觉，它能够让你有点灵感的这种感觉。但是你真的如果要直接用的话，还真的是水平不够啊！说白了就是画的不够好啊，画的不够好，水平不够。它只是在堆砌各种各样的纹理，然后学了一些大师的光影，比如这个是说的是 CM 啊，穆林斯的这个关键词，他学到了大师的一些光影，但是里边的很多的这个笔触结构啊、设计啊、透视啊这些精髓它是没有的啊，所以它我觉得现在 AI 最大的作用就是产生机理，既然是机理的话，那么我们就把它当成机理来用啊。待会儿我就教你们，给你们看我是怎么用 AI 的素材的，我是怎么来用的。现在就看哈，我们随便选一张。AI 素材，我们来看一下怎么使用。我挑一张我觉得可以使用的。其实很多都可以啊，很多都可以。这些还行啊。哇哦，这个是什么关键词啊？我说的好像是我都忘记了，骷髅还有骷髅加上巴洛克，好像是，好抽象啊。但它除了完成度比较高之外，其实画的并不好啊，所以你要直接用还是真的很难用。而且你如果说想把它用成一个素材，你画面中的一个素材来，然后再补其他东西的话，你如果说其他的完成度达不到它的这个精度的话，你就觉得很突兀，就像你一些照片一样，就觉得很突兀。还有很多东西太抽象了。我这个生成的并不是特别好哈，大家看一下就行。你也应该也看过很多更好的、更棒的 AI 制图，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都是一眼就看出是 AI 画的。所以说，现阶段我还是建议你们少用这种 AI 画的东西。你如果说要把它弄到画面中，让人基本上看不出来你用的是 AI 的话，你花的时间可能比直接画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的完成度非常高。它虽然画的东西模棱两可，非常的抽象，但是其实它里边都有自身的一些这个素描关系，它关系是完整的。虽然这是一堆不知道画了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堆烂布，但是这堆烂布它本身的关系是完整的，它不会有让人有想象空间的笔触，它全部都没有想象空间，所有的想象空间全部都细化了，没有任何想象空间，全部都细化掉了啊！所以你要把这个用上去之后，还让人觉得不是很突兀哈，
你再在上面细化的，我觉得花的时间还更多一些。虽然号称 AI 画的图可以随便商用哈，没有什么版权太大限制，好像是就是只要是你这个产生的收益在一定范围内哈，或者是个人创作画的玩的话，没有什么版权限制，可以你直接贴直接用。但是我觉得真的极有可能让你中毒啊！不要重度使用AI， 重度使用 AI 会中毒。轻度使用，我们来轻度使用一下，随便挑一张吧，我看一下，挑，这是什么？这个可以，就这个吧。轻度使用一下，把它作为一种纹理来使用。不能放在里面。把它作为一种纹理来使用。先把它的颜色调成，这是一张 AI 画画，好像输入了敦煌的关键词。然后把它的颜色调成跟你这幅画比较配合的颜色，比如低饱和一些，然后把里边的绿色部分给去掉。我这里面好像没什么绿色哈，用色相饱和度里边的绿色通道或者青色通道饱和度降低，把青色的饱和度降低，或者把青色的颜色改为其他颜色。把这个青绿色给去掉，青色绿色给去掉，因为我的画面中没有这个颜色，我给你放上去会不合。好，然后把黄色的饱和度降低一点，整体这个饱和度太高了。好，现在基本上是一个灰灰的白，然后把它作为一个素材使用到我画面中。我是怎么用呢？我是用混合镜画笔使用的。用混合镜画笔来点 Art 键吸色。吸里边的纹理，我说了，混合镜画笔它会吸哪儿就画出来，就是那几个颜色。比如我吸这个位置，吸这个位置是什么？吸这个位置是在上面是白色，下面是什么？下面是一些灰色的线条，是不是？我吸这个位置，你看我这边画吸了之后获得的颜色，画出来获得的颜色，分一层哈。不对呀，为什么画出来颜色不一样呢？没吸到，我应该点对所有图层取样。没吸到啊！它只能我这里没有勾选对所有图层取样，所以它只能它刚才没取到。我把它合并图层之后，我就可以取到当前图层了。好，现在我画出来看，是不是？我吸这里的颜色，然后画过来。我就能一笔画出很丰富的色彩，它就是我的吸色调色盘，我就是来吸它的颜色，但是吸这个颜色吸出来它并不是肌理，它就是一堆杂色。这堆杂色不要小看，这堆杂色很有用，而且很难获取这么丰富的杂色，而且又和谐的杂色。这就是我的使用方法，它就是我的颜料盘而已啊。但是你看这个颜料盘调出来的颜色多么的丰富，多么变化丰富的肌理。我之前说了肌理的作用哈，你知道肌理的作用哈，是吧？暗示啊。好，我们来试一下，两张图像大小差别有点多，把图像调大一点，就调到3000像素。然后这样吸的话，它们的笔触大小就差不多了。通常是不要这样去干哈，这样干啊，比如说用混合气画笔去肌理吸颜色，虽然你不管吸什么画哈，别人就出来就是笔触而已，没人看出来。但是我建议还是要点节操。这个节操是什么？这个节操就是你要吸你有版权的图，不要吸你没版权的图。可以吸的是什么？你自己的作品，还可以吸什么 ？AI 画画 ，AI 画画是你自己画的呀，对不对？而且是有版权，你是有版权的。我需要深色，我就吸深色。现在我的深色画出来，它是丰富五彩斑斓的深色。我需要浅色，我就吸浅色。现在我画出来的浅色是丰富有结构的、有关系的浅色。看，我现在画的图是多么的笔触是多么的丰富呀！但是其实也不是那么好用哈，也不是那么立竿见影哈，你得有一定的水平去控制住它。混合去画笔效果很强烈，效果越强烈的画笔越难控制，它就像是
匹千里野马一样。控制的好了，它就是你的良驹；控制不好的话，它会反噬。今天讲的内容是，其实你们实际操作下来会觉得很难操作，因为它对能力要求会比较高。其实这里边很多的内容，我们在比如说我开的那个5个月班级的课程里面，它是要分好多次来细讲的哈，甚至就是要到比较后期才会涉及到的一些东西。大家今天看这个东西的，看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一下子上来，很多人没有前面的铺垫，或者是会觉得就像看天书一样，但是看过总比没看过好啊，就像是我，就像是你现在练啊，或者是画，就不知道人家是怎么画出来的。现在你知道人家是怎么画出来的，虽然你还画不出来，但是你知道他是怎么画出来的，至少多了一点见识，将来在成长的道路可能会走得比别人快一点啊。这3个小时也就够了哈，毕竟我们只有一个晚上3个小时时间啊，有点这个帮助我就已经很够了。如果你获得的比这个还多一些，有更多一点的启发、帮助，对你探索会有一些激励的话，那更好，是吧？看一笔立体的鱼骨，说着说着，我们时间也快接近尾声了，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快到了还20分钟。我需要黑色，我需要棕色。换一块，换个硬笔，硬笔可以产生管道一样的效果。有个青灰色的管道，深一点，这个地方。看，逐渐细节很多，细节变多了之后，会发现其他的一些地方也跟不上这里细节方面，所以细节添加上去之后，下一步其实是融合。同学们，先有细节才能融合啊，先添加上去再说。
怎么融合？比如说，你看这一笔是实体，对不对？你喷枪、橡皮擦轻轻的擦，它就拥有一个下面的空气感，它就更融合一些了。它有虚有实。我需要，你看，如果画了很多细节之后，其实我有时候会遮掉，比如说用一个比较大块的笔刷，那个层没分层啊，那个层比较大块的笔刷去画一个大块，模仿这个三角肌的结构的朝向。遮掉一部分的细节，细节太多了就杂乱。做一点生化跟机械结合的感觉。需要浅灰色。吸浅灰色这地方它就会有体积感，画出白色它就有体积感，像骨头那种体积，有厚度，然后一笔就是一个厚度。用加深减淡工具在原来的笔触上面，这一笔画出来的上面去做加深减淡，能够很快的出体积。
好，基本上下面的细节足够了，我们对它进行一下融合。等一下，这里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细节。我今天用的笔刷不多，换的不多哈，因为懒得去尝试太多的笔刷，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快点画。时间关系，我们就尝试的笔刷不多。大致的表达一下。这种层叠状的设计是很好用的一个东西，就是重复。它来解释结构、暗示透视，还有填充造型都很好用。但是你要做不同类型的重复，不要一直重复，要做不同类型的重复，不同类型重复元素的重复，听懂吗？换个硬笔。硬笔打开这个笔刷设置，把形状动态里边把画笔形状里边间距调大一点，它就变成很多一节一节的，就很明显的有一节一节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一节感觉是什么？它就是重复啊，就是我说的重复的造型啊，是不是这样的？但是用多了也不好哈，适可而止。头顶上还要再设计一下，头顶还没好好设计一下，先把气氛弄一下。刚才做过气氛，然后细化之后气氛又被破坏了，我们再重新做一次气氛。用正常模式的画笔选择喷枪，然后第一个什么线性简单，其实用变量也可以，用变量模式也可以，主要是这个下面有些地方太深了，我们下面有一个应该是有一层雾效的所以太深了的话就简单点呗，让它融合一点。是不是感觉这样就感觉笼罩在这个雾气中了？用喷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做法其实你用变量模式的话，最好是用一点带纹理的，不用喷枪，喷枪太密了用带点肌理的。我们这里有很多，这个叫做过度排线或者是背景朦胧这些都是属于带肌理的纹理画笔。弄上去之后，变量的过程还可以让它有点肌理感。听不懂我说什么，直接去试一下这个画笔就知道了我没有时间去做太细的解释，去试一下就知道了。你用喷枪画一下，再用这个画一下，试试看，它有区别的。我仔细观察细节。往上也可以再多一点。你看，
是不是有蛛网感啊？这个就是细节。这个替代，这个是一种灰尘的暗示，空气中的颗粒细节的暗示。上实下虚，其实下面我们做了很多铺垫，画了很多的这个效果，但是什么呢？但是其实上实下虚，下面不应该那么实的。那怎么办呢？给它一些遮挡物就行了啊。遮挡物，比如说雾就是一个遮挡物，雾气的雾，还可以有遮挡云，还可以遮挡线。混合器画笔选择硬笔，遮挡线来了。哇，这一节节的真的好带感啊！连珠，换一个吧，稍微勤快一点点。我们用个立体造型。重新试一下。爆破啊，爆炸碎裂，钢筋。破碎物，钉子，弹簧，还有什么？还有他的心。近处的线条粗一些，暗示是近处的，把这个选择一下，剪切 ，Ctrl T 变粗一点，暗示是近处，近深远浅，近大远小，然后整体再暗一些，再深一些，啊，近处强对比，远处弱对比，近处把这个对比变强一点，
吸一点亮色，很亮的颜色在上面，比如说白色，我直接白色，不用吸了，直接白色。反光啊，直接白色反光。强对比，近处强对比，远处弱对比。最后还剩一点点，我们来把这个3个小时，今天晚上很对得起你们啊，3个小时很对得起你们。最后还剩一点点，我看一下时间，还剩1分钟。我们把这个地方处理一下，这里有点平，头部这里。其实还可以细化哈，其实我刚才细化了下面做了很多造型设计，因为下面是大块设计，这里边是属于视觉中心，其实还可以再设计一下，包括这个面罩画的更精彩一些，若隐若现的看到里面的细节，因为这个是头部是视觉中心，可以画的更加精致细致一些哈，后面这幅画会更好看。但现在是没有时间了哈，我们就暂时先放着，我把头盔这里的一个太平，我把它处理一下，简单的用正常画笔处理一下吧。就不去玩太多花俏的东西了，我就用涂抹炭笔，它是透明的哈，透明的物体你画平了肯定不行，你要透什么？透出后面的深色，它后面是深色的天空，深色的地球啊，深色的那个黑洞，黑洞还有星环，黑洞的有一个环还没画。这个图会画完吗？我不知道啊。我要看明天早上起来就是看到这张图的感觉。有时候第一天晚上画完之后，第二天起来就想删掉，就删掉了。第二天看起来，哎，还可以继续画，我可能就会继续画啊。你们会不会这样？就第一天晚上画的很嗨，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删掉吧，拜拜，不要再见了。一个小公寓吧。
最后提效果的一些光效再做一下，整体润一下，氛围再看一下，再做一下。这里逆光的这个切到的逆光切到的一些反光，就这些结构不能缺，还要带一下。这边应该是这边的反光。这里的形状一切就牵涉到左边的造型设计了。算了，不切太复杂了，没时间去设计这个面具了。几点了？37分，差不多，我们就从40分开始画的，正好3个小时。我们是从40几分开始画，差不多，正好3个小时。画完最后3分钟，我们就下课了。继续把这些看起来很呲的一些细节，把它压一压压一压。从线以后面如果细化可以保留这个细节，但是现在我的主体精致度还不够，比如这些是视觉中心，还有这些视觉中心精致度还不够的情况下，我整体放在这里的话，它看起来就有点呲，有点糙，这些细节，那我把它压一压。压一压其实就是用普通画笔去盖，用中性的灰色的去盖，让它对比变弱一些，盖一盖，不要那么呲细节弱一点，对比弱一点。好的，就要说再见喽。
感谢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公开课，欢迎大家加入光毅学员的交流群，想要我的笔刷或者是分享一些直播的信息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光毅学员的交流群哈，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管理员小易哈在打在这个公屏上的地址哈，好，感谢大家一晚的陪伴，今天晚上画的也挺开心，大家再见，下课了。